林墨，如今我已经是传说级职业者了，看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赖在我家。Hello， 各位骚棒，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YY 网文大赏。今天咱们来看一个堪称点中点的开局。我的妈，这熟悉的配方，这逆天的味道，开场就是全校师生围观的职业觉醒仪式，懂的都懂。这不就是玄幻小说的开学典礼吗？第一个上场的是男主的表妹真美美，我一听这名儿就晓得，这角色绝对不简单。果不其然，人家一伸手，好家伙，整个会场气温骤降，直接从3伏天快进到39天。旁边的同学直接被冻成了经验宝宝，一个个喊着我快不行了。老师们赶紧开盾，结果盾牌跟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裂了。我特么也惊呆了，这哪是觉醒职业，这简直是发动天灾啊！就在全场快要团灭的时候，一个大佬出手稳住了场面。最终系统播报，咱们的真美美同学成功觉醒传说级职业冰霜女皇。你以为这就完了？接下来才是 YY 网文的精髓。这位冰霜女皇一转头就对着咱男主林墨疯狂输出，那副嘴脸就差把你个寄人篱下的废物刻在脸上了。有一说一，这下头操作真是10年脑血栓的编剧都想不出来的逆天剧情。果然林墨一上台气场都不一样了，刚才表妹那顶多算个局部暴雪，现在直接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刚才还游刃有余的大佬，现在脸都白了，结界跟玻璃似的咔咔碎，带着全校老师一起开大都顶不住。我直接好家伙，这阵仗你说他觉醒那个盘古我都信。在一片鸡飞狗跳之后，光芒散去，系统终于公布结果，林墨转职唯一隐藏职业 BOSS 召唤师。全场都惊呆了，连刚才那个下头表妹都绷不住了，大佬更是两眼放光，强烈要求林墨展示一下技能，看看这毁天灭地的异象到底能召唤出个啥子哈人玩意儿。来了来了，全场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唯一隐藏职业的第一次召唤，只见法阵中缓缓升起一个史莱姆，我特么直接原地裂开。哥们，你搁这召唤 QQ 表情包呢？连刚才还在疯狂加固结界的大佬都 EMO 了，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极其委婉的语气告诉林墨，你这个 BOSS 在3级以下的新手区上有一战之力，等级再高点吧。怎么说呢，就纯属刮痧师傅，堪称给怪物抛光打蜡的顶级技师。我真的哭死搞了半天，原来 BOSS 召唤师的意思是召唤出来的宠物长得像个 BOSS 是吧？这致命空大，强烈建议纳入游戏史上的尴尬瞬间教材。转职仪式结束，大伙准备去新手区练级，一个刺客哥们还跑来跟林墨组队，说让他的史莱姆去扛怪。我寻思你是不是对扛怪这个词有啥子误解？你管这玩意叫坦克，这不纯移动经验包吗？然而我们身怀刮痧圣兽的林墨却一脸高深莫测的拒绝了组队，难道他有别的打算吗？我们请看下集。臭小子，天天吃我的住我的，这次一定要把你赶出去。上集说到，我们的男主在觉醒出转之后，被众人群嘲，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原来这里是一个游戏与现实交融的世界，怪物从副本里涌出，人类觉醒，职业对抗。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隐藏职业，有的逆天，有的就是纯的花瓶本瓶。好家伙，我们的男主林墨一回家就被亲戚起脸输出，他姑妈上来就是一顿阴阳怪气，说他觉醒的隐藏职业叫 BOSS 召唤师，是个不伦不类的废物，跟他那觉醒的传说级职业的女儿美美完全没法比。BOSS 召唤师这职业听着不该是 T0级别的吗？啷个就成废物了？更离谱的是这姑妈还当着面说男主天天吃他的住他的，要把他赶出去。我哭死，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经典恶毒亲戚的桥段，强烈建议纳入反面教材。原来男主爸妈5年前为了抵抗怪物失踪了，只给他留下一个京都学府的校徽，所以考上这所学校成了他唯一的念想。就在男主疯狂 EMO 感觉人生无望的时候，点中点的桥段来了，叮，检测到宿主已完成转职，超级职业系统一启动。我特么也惊呆了，这外挂到账的是不是太准时了点？感情这系统一直在旁边打 F 卡，男主快被补刀了才想起来开大是吧？男主的 BOSS 召唤师直接自动升级为超级 BOSS 召唤师，技能也全都进化，还多了一个叫同甘共苦的顶级被动，效果是和召唤物分摊伤害。这意味着啥子？只要他的召唤物不挂，他就相当于开了锁血挂，在泉水里泡澡，这还打个毛啊！男主试着召唤了一下初始宝宝史莱姆将军，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史莱姆也叮一下，自动进化成了超级史莱姆将军，属性直接翻了5倍，战斗力堪比20级大佬。别人开局送武器，你这开局直接送了一个 GM 权限啊！带着20级的宝宝去刷最高10级怪的新手副本，这叫屠杀。就在男主偷着乐的时候，他那个传说级职业的表妹真美美破门而入，上来就要跟男主打赌，赌谁大考成绩好。要是男主输了，不仅要滚出家门，后半辈子还得给他当奴隶。我的妈，这是哪来的中二病少女，还当奴隶？你以为这是在拍古偶剧吗？男主一脸你随意的表情，结果这姐们还真当他答应了，放下狠话说要让他见识一下基因层面的碾压。哎呦，这台词下头男都没你这么油腻。
画面一转来到学校，校长和老师正在疯狂商业互吹，主角的表妹真美美，传说级职业冰霜女皇，被校长当成省状元的苗子疯狂拍小照。而提到男主的隐藏职业，老师的评价是介于稀有和精良之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位老师，我建议你现在就去配一副新的眼镜，因为你马上就会知道，这哪是鸡肋，这是哥斯拉的大腿呀！随着校长一声令下，新手副本开放，同学们纷纷组队进去当经验宝宝。男主看着那些男男女女，只是淡然一笑。我一个满级大佬带着超级召唤物，还需要跟你们这群萌新组队？就这样，我们的男主怀揣着 GM 级的系统，踏入了连小怪都懒得刷的入口。一场惨无人道的新手村大清洗即将拉开序幕。这么着急，那就先拿你们练练手。上集说到男主独自来到了新手副本，紧接着主角直接化身祖安钢琴家，对着一堆蓝色果冻一样的玩意儿疯狂输出。好家伙，我还以为是啥子高难度副本，结果系统提示成功击杀蓝色史莱姆，经验加10，我直接绷不住了。哥们，你跟这新手村打野呢？你还一脸果然不出我所料的表情。我求求你，打个史莱姆需要啥子判断力啊？这不跟我去楼下便利店买瓶可乐一样简单吗？升到2级后，咱们的男主立马就觉得新手村已经容不下他这尊大佛了，嫌打这些小怪收益太低，堪比我在公司加班一晚上，老板就给我画个饼。于是他大摇大摆的就去了高级练级区雷木废墟，系统还贴心的提示这里有5到8级的怪物，甚至还有 BOSS。你猜男主怕了吗？他不仅不怕，甚至还有点小兴奋，那个表情就差把经验宝宝快到碗里来写在脸上了。果不其然，刚进图，一只7级的暗夜猫妖就来偷袭了。我寻思这2级打7级，不就是纯纯的送人头吗？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猫妖一爪子下去，男主身上冒出个无伤，好家伙，原来是触发了顶级被动同甘共苦。这技能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打我，我不掉血，全让我的召唤物扛了，这哪是同甘共苦，这简直是你在前方挨毒打，我在后方看笑话。光有无敌还不够，男主反手又开了一个超级技能共享，直接复制了自家史莱姆将军的跳跃暴击。虽然嘴上说这蓝条没了一半，得速战速决，但下一秒就把7级的猫妖给秒了，经验狂加700。我他妈也惊呆了，这蓝条的作用就是告诉你我开大了是吧？紧接着又来了2只，男主表示我蓝不够了，然后他的史莱姆将军一个平 A 就带走了。你觉得我心里蓝不够吗？你这不就是典型的 YY 网文套路，为了装 X 强行给自己加低 buff 吗？就这样，不到2小时，男主从1级飙到3级，还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今天必须升到6级。与此同时，另一边观战的俩专家还在那儿商业互吹，说他们学校的天才少女真美，每一天升到6级就是极限了，还说男主的史莱姆后劲不足。我直接一个地铁老爷爷看手机，这脸打得也太快了吧！古有赵括纸上谈兵，今有这俩土上谈兵，强烈建议纳入反向预测教材。镜头一转，男主这边已经跟开了无双一样，各种小怪在他面前就跟纸糊的似的。他的史莱姆将军吃小零食一样吃掉了各种掉落物，直接全属性加200，战斗力堪比25级的怪物。我的妈，一个4级玩家带了个25级的宝宝，这还打啥子啊？直接平推过去就完事了。就在这时，一声巨吼传来，区域 BOSS 闪亮登场。看我们男主那2眼放光的样子，分明是看到了移动经验包，嘴里还喊着别让他跑了。我哭死，人家 BOSS 不要面子的吗？上集说到，男主在新手村副本里一路砍瓜切菜，突然系统提示区域 BOSS 降临，男主带着他的25级宝宝马不停蹄的找到了这个牛头领主。看着这牛头人高马大，青面獠牙的，我寻思着这不得是一场恶战吗？结果咱男主瞟了一眼属性，轻飘飘的来了一句，跟史莱姆将军比还是差远了。我的妈，听到这话我当时就绷不住了。史莱姆将军那不是隔壁盟王家的宠物吗？但人家男主说了，既然是 BOSS， 那就略微尊重一下。怎么个尊重法呢？只见他原地起跳，一招跳跃暴击就把这牛头领主给秒了。我直接一个地铁老人看手机，这叫略微。你这尊重就跟过年我给我弟的红包一样，突出一个意思意思。秒了也就算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系统提示击败 BOSS 可以获得结晶，然后你就能召唤这个 BOSS 当宝宝。这不就是宝可梦吗？懂的都懂。林傲天当场就把牛头领主给召唤了出来，然后逆天的一幕来了，系统直接给咱的宝宝进行了神级化升级。好家伙，我打游戏氪金都拿不到的待遇，你这直接白送啊！这 BOSS 牛头人的属性当场就超越了刚才还被男主吹上天的史莱姆将军，我哭死！史莱姆惨遭背刺，秒变过气网红，有了俩召唤物宝宝。林傲天直接上头，决定把整个新手练级区给清了。他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新手副本的终极境地孤烟荒漠。书上写着，这地方是新手转职者的灭亡之地，里面的怪都是8到10级，还特喜欢玩人海战术。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学校老师们直接炸锅了。
监控室警报狂响，有人在转职第一天就闯进了孤烟荒漠，高校长和老师们都急疯了，说啷个会有这么愚蠢的新生误入禁地？这不纯纯去送人头当经验宝宝吗？他们生怕是自己看好的天才学生林默或者梅梅，赶紧上报，派出了城市守卫队，浩浩荡荡的组团下副本救人。这帮 NPC 观光团顺着踪迹就摸进了9527号副本，准备救驾，结果一进去人都傻了，遍地都是史莱姆的尸体，那场面跟双11过后的快递站似的。他们往前走，又发现了堆成山的猫妖和牛头怪尸体。最后，当他们看到已经被挫骨扬灰的牛头领主时，整个队伍的 CPU 都快烧干了。一个老师恍然大悟，能有这本事的肯定是咱们学校的天才梅梅同学，我们必须马上去救她。我特么也惊呆了，这脑回路堪称神级预判，可惜预判了一个寂寞，直接致命空大。就在这帮老师为梅梅同学的安危心急如焚的时候，咱们真正的罪魁祸首林傲天正在沙漠里被一群沙漠石骨蚁给包围了。他一边吐槽这沙漠的底 buff 太吓人，一边嫌弃这些蚂蚁太菜，一斧头一个，根本没有挑战性。他指挥着史莱姆将军和牛头领主，就像开了无双割草一样，疯狂刷经验。等救援队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战斗早就结束了。他们看着眼前尸横遍野，宛如地狱绘图的蚂蚁坟场，一个个都陷入了沉思。人呢？说好的被围殴呢？啷个现在看起来像是蚁群被单方面屠杀了。而此时的林傲天觉得又累又渴，抬头看见不远处有个沙坑，灵机一动，决定直接跳进去。那林默会逃出这炎热的沙漠吗？我们下集继续。上集说到林默进入了高难度副本，虽然这些怪物个体战斗力低，但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就在我们主角体力不支的时候，他跳进了个大坑，准备又杀一群名叫沙漠石骨蚁的经验宝宝。然而下一秒直接打脸，我的妈！这帮蚂蚁居然是蓝翔技校毕业的，现场给你表演一个遇坑搭桥，这智商都快赶上某些导演了。莫哥一看剧本不对啊，当场绷不住了，赶紧改变战术，指挥他的召唤物开大。只见一头野牛发动野蛮冲撞，一个史莱姆将军使出跳跃暴击，我直接好家伙！这哪是打怪啊，这分明就是城管在拆违章建筑，一套丝滑小连招，怪物瞬间清盘。系统提示：恭喜宿主连升3级，直接干到10级，光速从新手村毕业。你以为这就完了？怎么可能？系统反手又送上一个 S 级分裂技能，他的史莱姆将军现在可以无限复制，一个变异窝，堪称单兵版的天灾军团。这还打个啥子？新手村的生态平衡都被你一个人破坏了，你让别的玩家啷个办嘛？就在莫哥因为无怪可打而被迫提前下班时，另一边一帮老师和领导赶到了案发现场，看着这一地的蚂蚁尸体，他们一致认为这必定是天才少女真美美干的，甚至脑补出她已经升到了8级，吹的是天花乱坠。此时此刻，我觉得他们的职业不是老师，是玄幻小说评论家。画面一转，我们真正的大佬莫哥刚走出副本，就被这帮老师逮个正着，劈头盖脸一顿嘲讽，说他临阵脱逃，是下头男，是菜鸡。我他妈也惊呆了，这一波叫精准踩雷，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没过多久，新手副本关闭，被老师们吹上天的真美美同学出来了，在一片众星捧月中，他傲娇地宣布自己升到了7级。我的妈呀，全场瞬间高潮，老师们激动的就差把天才2个字刻他脸上了，说他是100年一遇的奇才。我们10级的莫哥就站在旁边，你们是集体选择性失明的是吧？高潮来了，真美美的爹，也就是那个队长开始邀功了。闺女啊，那孤烟荒漠的蚂蚁都是你杀的吧？没给老子丢脸。结果真美美一脸懵逼啊，爸，你不是说那地方吓人，不让我去吗？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 EMO 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就在这尴尬的气氛中，我们被遗忘的莫哥默默地走到老师面前，老师，我想出城打怪，批个条子。老师斜着眼，一脸不屑，没到10级别想出去。莫哥，我已经10级了。老师的 CPU 当场就干烧了，前一秒还说10级也不行，后一秒才反应过来，啥子玩意？你再说一遍。10级，这表情管理堪称顶级演技，强烈建议纳入北影教材。旁边还有个路人甲疯狂补刀，说莫哥是哗众取宠的小丑，懂的都懂。这熟悉的配方，这经典的龙王剧情，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集了。上集说到，男主在新手副本中升到了10级，准备前往城外刷怪，却遭到路人甲的质疑。男主林默为了打脸他们，在学校的机器上测个等级，你猜啷个回事？检测完毕，目标等级10级。我的妈！我他妈直接惊呆了，校长当场就绷不住了，嘴张的能塞进去一个鸡蛋，直呼天才将士。那你晓得吗？有天才的地方必有小丑。旁边的恶毒表妹美美当场就 EMO 了，指着男主鼻子说他作弊。有一说一啊，美美自己一天升到7级，也算是个小天才了。但这不就是那种自己刚上星耀就觉得别人上王者都是代练的下头心态吗？结果他爹一个看起来像是什么局长的中年男人，直接甩出一张截图，
说编号9527的新手副本里面的怪物被全部清空了。我直接好家伙，别人是去新手村做任务，我林哥是去新手村搞大扫除的，连个史莱姆都没给剩下。这哪是打游戏啊，这简直是蝗虫过境，寸草不生。每看到证据，气得当场就要去找男主真人 PK。他爹在后面急得直跺脚，说这让我啷个向林默妈妈交代啊。哎呦喂，这位对了，家庭伦理加玄幻网游，堪称逆天缝合怪。镜头一转，我林哥已经来到了主城集市，这边小贩还在喊窝窝头1块钱4个，那边他朋友就打了电话炫耀自己升到5级，还成功带了个妹。我林哥一脸你吵到我眼睛了的表情挂了电话。怎么说呢，当你开着歼20的时候，确实很难对朋友刚考到的 C1 驾照产生兴趣。接着龙王驾临拍卖行，准备卖出战利品，一个路人大法师好心过来搭话，以为他是来卖1、2级破烂的，结果我林哥反手就是一堆6级以上的装备，给大法师整不会了。更吓人的还在后头，注册拍卖行账号，大法师提醒他用假名，这是潜规则，懂的都懂。于是我林哥灵光一闪，取名史莱姆将军。我哭死，这品味简直绝值，跟你这清空新手村的逆天操作堪称卧龙凤雏。然后就是本剧最离谱的一幕，林哥把打到的装备往机器里一扔，旁白开始疯狂报菜名，已录入10级装备1件，7级装备5件，8级装备3件。大法师在旁边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喃喃自语，我那时候缺了啥子呢？缺啥？你缺个挂啊，兄弟！最终这一堆新手村土特产打包卖了38000金币，朋友们，38000啊！我林哥转手就付了1万当1年房租，揣着剩下的28000开始逛商城。你猜怎么着？他缺蓝，商城首页就给他推了一本加蓝量回复的技能书，这服务堪称身临其境，比大数据还懂你，就好像你刚准备打 APEX， 就有人给你送来的金甲、金头、金背包。那么接下来他又会买些什么呢？我们下期见分晓。接上集男主变卖了新手区的低级装备，拿下了一本回蓝的基础技能书，转头就看到一个大哥在交易行门口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抓这个 NPC 疯狂输出，说自己冒险团急需一个叫冰霜之心的东西，说这玩意儿掉落条件有多离谱，必须是12级新人首次进深渊难度的副本，还要速通 BOSS 才有几率掉落。我的妈，这要求比我妈让我找对象还苛刻，堪称游戏界的天选之子选拔赛。咱们的男主林默说他可以试试，谁料大哥上下打量了一下，直接开启了嘲讽模式，说你一个刚出新手村的毛头小子，10级了没啊？这教科书式的反派发言，懂的都懂，这不就是等着被主角打脸的经验宝宝吗？果不其然，林默只是淡淡一笑，留下一句明天任务板见，前脚刚走，后脚打脸，剧情就来了。这位大哥要给自家侄儿买几件6级装备，结果一看交易所，我特么也惊呆了，一整页的极品装备，卖家 ID 叫史莱姆将军，是我小弟。大哥还在那分析呢，说这肯定是哪个富二代请代练屠杀新手村呢。结果旁边的 NPC 老梁悠悠地来了一句，就是刚才被你怼的那小子，你就说打脸不打脸吧。接下来导演直接给我上了一盘家庭伦理狗血大戏，镜头一转，男主林默正准备从寄人篱下的舅舅家搬走，结果刚好撞见舅妈在跟舅舅吵架。那个舅妈的逻辑我真是绷不住了，说养了林默10年，他凭啥子跟自己女儿平起平坐？我寻思这养了10年是给你上了10年底 buff 是吗？更离谱的是他那个表妹美美，中二病简直是晚期中的晚期，对着亲爹亲妈说林默是他的敌人，他一定要超过他。我直接好家伙，妹妹你哪来的自信啊？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你哥刚把新手村的经济搞崩盘，你还在纠结谁是敌人？这格局的差距大概是从马里亚纳海沟到珠穆朗玛峰吧。于是咱们受尽委屈的男主决定搬出去住，上演了一出末期少年穷之退家流。看到这儿，我本以为他要开始卧薪尝胆，结果下一秒金手指直接到账了。林默一个人回到出租屋，买了本技能书，叫初级蓝量恢复，系统提示音直接响起，检测到垃圾技能。哎呦，这系统还挺有脾气哈。林默刚吐槽一句垃圾系统，系统立刻反手一个大嘴巴子，垃圾技能已自动进化，变为魔法泉水，蓝量恢复速度提升100%。我的头快要裂开了，蓝量恢复速度提升100%，这不就是移动泉水无限火力的现实版吗？这还叫垃圾系统？这系统简直是亲爹啊！嘴上说着你不行，反手就给你开了个挂中挂。故事的最后，男主的朋友打来电话，抱怨在新手村门口等了他半天，结果我们林默同学早就超过10级了，朋友还在震惊他啷个升级这么快，却不晓得咱们的男主已经不是凡人，而是拥有超级系统的挂壁了。那么接下来男主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上集说到男主刚从舅舅家搬了出来，却意外的用系统将得到的低级技能变成了 S 级技能。就在男主畅想未来的时候，朋友打来了电话，朋友见国刚还在和男主抱怨主角升级太快，让他带自己，结果转头就跟旁边娇滴滴求带飞的妹子玩上了。哥哥带你飞的网恋小游戏，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
男主独自来到了冒险者大厅，这里就跟咱们楼下的菜市场一样热闹。一个雄兵冒险团发布了个悬赏，去啥子寒霜之地副本拿个冰霜之心，奖励10万金币。这不是昨天那个大叔发布的任务吗？说这个任务难度逆天，新手去了就是送人头，当经验宝宝的资格都没的。然而你懂的，总有那么一个少年，他要逆流而上。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任务要烂在公告栏上的时候，我们的男主一个箭步上去就把任务给接了。我特么也惊呆了，周围的吃瓜群众也是一脸哈人的表情，纷纷议论这小伙子是不是刚转职的新手，脑壳被门夹了。你别说，这哥们还真就一往无前地往城外走，到了城门口被守卫大哥给拦下了。那架势我还以为是查酒驾呢。大哥苦口婆心的劝他说，新手出城必须要有校长特批的条子，不然太危险，我们得为你负责。有一说一，这新手村的安保工作比我小区的都到位，结果你猜啷个着？男主不慌不忙，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等级10级，守卫大哥当场就绷不住了，说你这短短1天就升到10级，简直是天才啊！旁边还有一个大哥玩梗，说自己当年也这么狂，直到膝盖中了一箭。我哭死，老滚玩家的debuff都传到这个异世界了是吧？出了城，男主立马就撞上了一只10级哥布林战士，旁边的路人比他还急，疯狂大喊让他快回来。结果男主只是邪魅一笑，缓缓抬手，嘴里念出了那句让我头皮发麻的台词 ：S 级 BOSS 召唤术。这口浓郁的 YY 网文收味啊，简直绝子。然后一个金光闪闪、穿着装备的史莱姆凭空出现了，这哪是召唤术啊？这分明就是 GM 给自己开的后门。金色史莱姆二话不说，上去就把哥布林给秒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堪称一剑清怪。哥布林连句惨叫都没喊出来，就成了经验值。这下后面那群围观的气氛组彻底傻眼了，下巴掉了一地，开始怀疑人生。还有个大哥不信邪，非要赌100金币，说男主今天肯定升不了级。不是兄弟，你是不是对龙傲天这个词有什么误解？人家这分明是来新手村视察工作的好吧？果然，男主一看寒霜之地副本要12级才能进，当即决定在野区找些小喽啰打一打。说曹操到，牛头怪闪亮登场，我们的男主依旧是双手插兜，史莱姆冲上去疯狂补刀，主角全程连根毛都没掉，只是在旁边淡淡的说了句表现很好，再接再厉，仿佛一个体恤员工的霸道总裁。那他能否顺利升到12级吗？请看下集。上集说到林默接取了佣兵团的高难度任务，但前置条件是需要升到12级，随后就开始了疯狂的刷经验，成功击杀，经验加1000，再击杀，经验又加1200，我直接绷不住了，这哪是打怪？这分明是社区志愿者上门送温暖啊，生怕我们主角升级慢了。这升级速度堪比我小时候玩盗版页游，首充1块钱，战力9个亿。就在这时，主角的系统提示音又来了，恭喜宿主提升到11级。紧接着，一个叫 S 级投喂的技能也升级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召唤物获得20倍全属性提升。我特么直接惊呆了，你这叫技能升级，你这叫 GM 直接给你后台修改数据。主角自己都感慨，再这么投喂下去，属性岂不是指数级增长？这已经不是外挂了，这是把游戏服务器直接搬回家了。正当主角沉浸在升级的快乐中时，野外 BOSS 刷新了，周围的路人甲乙丙丁开始激情互报消息，生怕别人不知道 BOSS 在哪。这分享精神，我哭死。主角一听，那也得赶紧过去分一杯羹嘛。等他赶到现场，我直接好家伙 ，BOSS 面前已经围了一圈人了，堪比早高峰的地铁站。其中一个叫雄兵冒险团的工会上来就开大，直接清场，说这怪他们包了，其他人赶紧滚蛋。有几个散人玩家不服，说野外 BOSS 凭啥子你们打？懂不懂先来后到？结果这雄兵团的人反手就是一个逻辑闭环，一帮散人也敢跟我们叫板，我看谁敢碰。我的妈，这操作直接把我 CPU 干烧了。合着先来后到这规矩只对别人有效是吧？这已经不是双标，而是驰名双标啊！就在其他玩家被这群下头男劝退，准备 EMO 的时候，一位正义的妹妹闪亮登场，她直接点名道姓，说你们团长熊铁兵要是晓得你们在这儿欺负弱小，会啷个处理你们。这帮憨憨一听就急了，表示我们团长不可能惩罚我们自己人，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然后就开始放狠话，要对妹妹不客气。我算是看明白了，这雄兵冒险团脑回路清奇的就像缠在一起的耳机线。接下来妹妹直接火力全开，说你们要么滚，要么等着挨打。下头男团当场决定杀人灭口，于是一场1v3的战斗开始了。有一说一，这妹妹确实有点东西，职业估计是高敏捷刺客，走位风骚的像是在玩节奏大师。对面3个壮汉愣是一下都摸不到，全是 miss， 而我们的主角就站在旁边，像个战地解说员一样，嘴里念叨着好厉害呀，到现在还没被打中一下。买票了吗？你就看战斗嘛，懂的都懂，总会波及无辜。这不战火就引到我们主角这边了，妹妹还挺礼貌，说了一声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结果对面那个弓箭手直接把箭头对准了主角，让他赶紧滚。最离谱的来了，主角说你不是已经射向我了吗？他理直气壮地说那又怎样，再不滚老子直接射穿你。大哥，你是弓箭手不是法师，你的技能不是指向性的吗？这都能歪，堪称致命空大的典范。这帮下头男看着主角和妹妹站在一起，嘲讽说他们两个菜鸡加起来也不是自己这群20级大佬的对手。那么主角能否度过此次危机？上集说到雄兵团的人想独占 BOSS， 一个妹子挺身而出，但两方的战斗却波及到了男主。男主当下便召唤出史莱姆将军抵抗。下头男3人见状，立刻放出大招大引雷术。然而这号称同级无敌的终极技能还没碰到妹子的衣角，就被男主召唤的一只史莱姆用盾牌给轻松挡住了。我直接一个地铁老爷爷看手机，这确定是终极技能，这伤害刮痧都显没劲，堪称致命空大。这哥们儿怕不是来搞笑的。眼看大招被防，面子挂不住了，反派3人组当场决定战略性撤退。但是走之前，这下头男还非要使个坏，偷偷摸摸往世界 BOSS 身上丢了个暴走药剂，然后戏精附体，假装认怂，说 BOSS 归你们了，我们走了哈。这演技我只能说堪称身临其境，建议纳入表演系反面教材。你觉得男主会信吗？果然，男主龙傲天模式启动，然后召唤兽史莱姆将军一个箭步就把这3个20级的高手给秒了。我他妈也惊呆了，这哪是打架啊，这不纯纯的经验宝宝上门送温暖吗？还爆了一地青铜黑铁装备。虽然男主嘴上说着能垃圾些，但身体却很诚实的把装备全捡了。懂的都懂，周围的吃瓜群众一看，好家伙，这太吓人了，场子清的比我家吸尘器都干净，于是纷纷脚底抹油开溜了。就在男主以为可以安心单刷 BOSS 的时候，刚才那个药剂生效了， BOSS 直接进入狂暴状态，浑身冒红光，旁边的工具人妹子吓得花容失色，劝男主赶紧跑路。但你以为这就完了？这个所谓的 BOSS 居然特么也是个召唤师，他直接摇人，把自己的手下一群小哥布林给叫了出来。我绷不住了，这搁这儿套娃呢？妹子们彻底 EMO 了，惊呼那可是召唤师，我们打不过的。然而接下来就是爽文最经典的一幕，男主风轻云淡的来了一句巧了，我也是，而且比他强上一点点。我的妈，这句话的装杯程度简直快要溢出屏幕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只见史莱姆将军一个跳跃暴击，咣的一下就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哥布林召唤师给秒了，经验直接加8000。男主还煞有介事的解释说自己的宝宝能打出40倍的力量伤害，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纸老虎。家人们，啥子叫数值膨胀？这40倍的伤害你跟我说这是强上一点点，这挂开的狗看了都得摇头。旁边的妹子已经彻底傻眼了，开始怀疑男主是满级大佬来新手村玩扮猪吃老虎。那么男主接下来会成功进入副本，拿下首杀，完成佣兵团的任务吗？